看起来这次 iPhone 16是真的稳哦，不管散热啊、拍照、锐化等等，我们上一代最诟病的一些问题，几乎全都解决了。嘿，大家好，那我们也跟大家一样哦，在昨晚开始看所有外媒实际上手公关机的评测，针对很多不同的项目呢，每个媒体或者说每个频道它可能有不同的调性，那我们也跟以往一样，会把相关我们认为相机类的去看哪些评测，然后处理器类去看哪些评测，一般生活使用类的你应该去看哪一些评测，我们都会整理在下方的资讯栏，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本身很爱看的一些频道啊，还有新闻媒体。同时，很多观众就来问我说，我到底看完这次怎么想，觉得稳不稳？就是说，以我们现在目前的判断起来，觉得这次 iPhone 16怎么样？因为现在这个时间点，很多人可能都在预购，或者说还可以决定要不要不预购的阶段。那我们很简短的说，我觉得这一次应该是稳的。那我们来细细分析说，到底里面哪些项目的升级呢，看起来是比较重要的。那我们不浪费大家时间，就直接讲散热。那这次的散热呢，据苹果说法，在全系列的机型都有进步。我们可以说，不管是 A18 或者 A18 Pro， 他们在功耗和效能上面对比上一代都有很明显的进步。其实我们先前在测试这个机身散热的时候，我们非常注意的一点就是它的热是不是聚集在同一个点，因为如果是聚集在同一个单点定点的话，就代表里面的热能是没有均匀的分散出去。那当然这一点跟里面的散热结构是有非常大的问题。这一次的 iPhone 16的整个系列看起来，他们在散热上面对比上一代都均匀了很多。所以苹果在发表会里面说的针对散热上面的进步并不是吹嘘而已。但是同时间呢，如果你期待是像 Android 那种系列，它有更大的这个均热板啊，那这部分目前是还没有。但是看起来呢，即使以现在目前的散热设计也不影响到它的实际表现。那意思就是说呢，这次的散热结构设计下面，其实在平常一般的表现，我们都不会碰到像上一代非常多问题，像我们最担心的续航。那这个就我们在下一点要来讲了啊。这次呢，全系列的续航对比上一代都有非常明显的进步。依照以前的记录看起来呢，真的会是史上续航最好的一支 iPhone。那这个可能可以把它放到全系列上面，不管你今天买的是16、16 Plus、16 Pro 或16 Pro Max， 其实除了它本身处理器进步之外，可能也跟 iOS 8最近的优化有关系。那这真的有点一改我先前对 iOS 8的看法。但同时间啦，因为现在 AI 功能也还没有完全上线，未来是怎么样还不能确定。但如果你手上先前的机型可能也因为 iOS 17啊、续航表现啊、整体发挥表现不好的话，那蛮建议现在可以升级到正式版 iOS 8。好，那下一点我们来看萤幕。但首先我们现在感谢一下今天的赞助商，就是跟萤幕息息相关的 Simple。好，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一款有着全球领先的抗蓝光技术的 iPhone 16护眼保护贴，就是 Simple 的简单贴。它是全球首家通过德国莱茵抗蓝光最高等级 BLR80认证的护眼保护贴。那德国莱茵呢是全球公认的权威认证机构，他们的研发团队呢是结合了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博士们一起合作开发。那这个团队开发出了 MPA Layer 2.0 奈米光合吸收层技术。那简单来说呢，它利用叶黄素枝来吸收有害的蓝光，不只保护你的眼睛，还可以确保萤幕不色偏，代表你可以长时间的使用手机，护眼的同时又不影响观看体验，是科技的完美结合。那 Simple 不只注重包装，还很重视环保。他们计划在今年9月完成碳足迹的查证，还推出了可回收的对位框，从产品到包装都在为着环境永续着想。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Simple 的抗蓝光系列吧。那首先我们就先来讲 S80 系列。那这边有一款有 AR 抗反射的功能，即使在阳光下使用手机也不会有恼人的反光问题。那或者是你可能是喜欢户外活动的朋友，在外面拍照时可以更清楚的看到你的取景，是兼具 AR 抗反射还有抗蓝光两大功能的保护贴。另外呢 S80 系列还有雾面款，那虽然是雾面，但 Simple 的雾面是非常的清透，特别适合喜欢打手游的用户。玻璃表面超级滑顺，不止保护眼睛，它萤幕颜色的还原度也是非常高，让你在打游戏时有绝佳的操控体验。那如果你经常在公共场合使用手机，也很在乎你的隐私， P80 系列的防窥功能就会很适合你。它拥有超低26度角的防窥设计，让你在搭车啊或者在咖啡厅工作的时候都能保护自己的隐私。但在正面观看的时候呢，一样清晰透明， Face ID 和 Line Pay 扫码一样没有问题，让你保护隐私的同时也不影响日常使用，是兼具防窥还有抗蓝光两大功能保护贴。那最后如果你喜欢的就是简单清爽的感觉，他们有 S60 系列透明亮面款就会很适合你，它一样具备的抗蓝光的特性，同时也提供优秀的萤幕保护。那目前这款呢是只有在 Simple 有合作的经销门市有卖。那 Simple 保护贴呢不只是在保护你的 iPhone 16，更是在保护你的眼睛和我们的地球，让你的新 iPhone 16更安全、更环保、更护眼。无论你是喜欢户外活动啊，或经常打手游，或者需要隐私保护，或者就是想要简单使用的保护贴， Simple 都有适合你的选择。好，那在萤幕的部分呢，其实它的实际整体亮度跟现在并没有太大的差距但是这一次最低的亮度它可以维持在1尼特。那这个对比很多时候可能喜欢在半夜滑手机啊，它相对起来会更不刺眼。那可能你睡觉的时候是喜欢把灯全部关掉，同时喜欢把 iPhone 放在充电座上啊，或是 MagSafe 上面，把它当成一个夜钟。那这种情况下呢，不会像先前那样好像有一个很亮的萤幕打在你脸上。那这种就是还不错的进步。那下一个我们就来讲相机，这个应该是很多人关心的地方啦。很直接的说，苹果虽然说主镜头
用上了这个第2代的感光元件，但是实际上的拍照表现啊、成色啊，或在细节部分，并没有显著的进步，或你可以说应该是完全没有进步。但所有外媒评测普遍都有提到的一点，就是照片过度锐化，尤其在拍到人的时候，其实过度锐化是不好看，会强调一些本来可能肉眼都看不到的毛细孔。那这一代呢，他们有非常大的改善，但是呢，相对在肤色上面，先前大家对肤色的抱怨，其实这个也是很两极啦。那这部分呢，它其实大致上是维持一样的调性，因为可能苹果也不确定说，你对肤色的抱怨到底是你是黄种人、你是黑人、你是白人，还是你是东南亚人，或者是你是南美洲人，其实大家对皮肤肤色怎样好看的定义都不太一样。那这也是为什么苹果这次增加了这个风格档的功能，其实也是针对你的肤色可以去调整，所以感觉起来就像是苹果可能猜不到大家喜欢什么样的肤色调性，那不如就直接把这个功能给你，让你可以在里面做调整。那他们说呢，其实你可以分2个部分，你可以针对人的肤色去做一些比较细节的调整，那另外一个就是针对整个照片的风格跟色调去做调整，那就看你要往哪个方向走。那就代表虽然指数可能拍不到你要的肤色照片，但是你要后置去调整，一定可以调到你一个喜欢的色调。那以目前来讲呢，这个色调还没有办法一次大量性的去把它贴在所有的照片上面，但我觉得这应该是事后的软体更新可以轻易做到，因为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参数的调整。那所以主镜头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差别。那我先前有说过嘛，即使它在镜头规格差不多的情况下，苹果每年的这个演算法色调也会调整。那现在看起来呢，这一代它整张照片在平均度或者它在暗处上面的亮度也有在调整，整张照片看起来可能会相对更平一点。那这个当然个人喜好，看每个人喜欢不喜欢，但是重点就是你事后都可以再去调整，或者你可以直接设定一个风格档，以后拍照就是从这个风格档开始。那下一个呢，这个超广角升级到4800万画素，那这一点可能针对有想要拍比较大图啊、拍风景的时候，它可以保留这个画素相对会多点，但实际上的成像看起来呢，并没有很显著的进步。这边有一个2极的讲法，有人觉得说显著的进步在自拍的时候更好看，那这个见仁见智啊，我们到时候也会实际上手再来跟大家讲我们自己的想法。那这个超长焦的5倍镜当然就是放在2个 Pro 系列上面，所以3倍镜没有，但是5倍镜整体的成像跟上代也没有改变。好，那另外一个重点当然就是这个拍摄影片有 4K 120帧的部分，当然这个我们现在就知道还有这样的功能。那更厉害的是呢，如果你今天在外接一个够快的硬碟情况下，你也可以开启 4K 120 ProRes 的录制哦，但是它占的档案量非常大。那大家要去想，事后在整理这些档案，要在后置啊，要再剪辑起来，其实也是非常的沉重。那关于这个功能呢，有一个比较可惜的地方，就是 4K 120只支援主镜头，其他2颗镜头都没有办法支援。那如果你要缩放的话，它也只能用主镜头支援2倍的裁切哦。那这就是目前可能硬体上面的一些限制。那讲到相机，很多人在关心这次说的这个 AR 镀膜，它到底鬼影的部分有没有进步？那很有趣的，所有外媒测起来都说鬼影的部分基本上跟上一代表现一样，所以不太确定说这个 AR 镀膜到底进步的地方是在哪里，可能是相对更强的耀光的情况下，但是可能对这些单点单颗，你在夜拍，在晚上出去的时候拍到很多灯的，在变来变去的情况下，基本上跟上一代是一样。那再来呢，就是这个4个麦克风了，在 Pro 系列里面，它有这个专业级的麦克风哦，他们说有4个不同的麦克风，可以让你事后在后置的时候去切换，而且在你拍完之后就可以直接去做调整，针对像本来的环境收音，所有4颗麦克风一起收音，那或者是它事后去调整，可能可以有针对把环境音去掉，只针对现在目前在荧幕里面看得到这些人收音。但是我必须老实讲，整体后置起来的效果并没有想象中的好，或者说并没有他们在发表会上面讲的好。那这一点，因为我知道里面加入很多这个 AI 人工的运算，所以我自己的看法是觉得它会经过更多资料的收集，更多的演算，理论上这个功能是可以再进步。那苹果过往以来呢，其实在功能性的这些软体部分哦，尤其在相机的部分，现在可能定好什么色调或者拍起来是什么格式，很少在事后会再透过软体更新去给你一些新的功能。但是现在进入 AI 的时代，我觉得很难讲，因为毕竟现在这只手在上市的时候，很多 AI 功能也没有出来。那我们刚刚讲到散热上面的进步，其实是非常的显著。那这个是一致性的，所有外媒都有提到哦，不管是在充电、在无线充电，或在平常使用在录影的时候，在手上的热感，或者说它荧幕降亮度的程度，对比上一代都好非常多。因为上一代常常发热严重嘛，所以你在外面户外录影的时候，如果是天气热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它荧幕的亮度很快就会先慢慢降下来。那这一代对比上一代其实进步非常多。那散热上的进步呢，当然也会影响到充电上面的速率。那很多人在讲说，现在他们说这个硬体规格上面是支援45瓦，但是像所有测出来的人，他们目前在所有系列上面最高值给你到35瓦，而且这个是非常短暂一个峰值的35瓦，所以平均上呢，你还是把它定在大约28到30瓦之间啊，这个可能是在50% 70% 以下你会看到速度，那后来会慢慢降下来。这一点呢，就是苹果所做的限制啊，他们就是现在目前为止，可能他们觉得如果再高下去，那可能在热能控制上面会有点失控。但是呢，好的地方是有人实际在测试这个新的 MagSafe 可以支援到25瓦的充电，那他们在这种情况的充电下，他们也觉得手机并没有特别的发热，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大的进步。因为其实我是很喜欢用 MagSafe 或是无线充电的人，但是先前比较担心的就是常常使用这种模式的时候，让手机发热，让手机更热，那可能在热的时候你又不能使用，
那或者是长期这样充会伤害到它的电池健康度，所以变成我很少会很敢直接的去用 MagSafe 来充电。如果现在新的 iPhone 16全系列这个散热设计让它 MagSafe 不只可以支援到更高的瓦数的情况下，热能也散得更好，那这个真的会大大增大我使用 MagSafe 的次数。OK， 那我怎么没有讲这个相机按钮呢？因为我觉得这个现在还是非常两极的看法。很多人其实在上手几天的时候，他们也很难说他们对这个相机按钮到底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有些人认为呢，其实它这个按压的方式并没有非常的明显分辨说现在是一次按压、两次按压，那或者是在滑动的时候，其实反而在一般的相机操作上面，对比先前直接是荧幕上面可以看到这个数据，然后又看到取景的情况下，相对可能有点麻烦。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很个人，每个人习惯使用相机的方式不一样，或习惯调整参数的方式不一样。那我们知道嘛，在一般使用可能传统相机，我们现在都还有在用的情况下，很多参数也真的就是只是在荧幕的上面。那我们也蛮习惯说，在调整的时候是看着那些数据去调整，然后再回来看取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个人呐，到底要不要去用它，到底会不会好用？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我们实际上手再来讲。那就算我们跟你分享出来了，也只是我们自己主观的看法。那到底这颗按钮在目前为止只用在拍照啊这些实际调整情况下是正面还是负面呢？你可能也要自己实际去上手玩玩看。但我们也认为啦，这个按钮看起来它最大的发挥点会在未来做视觉辨识的 AI 嘛，等于苹果多了这颗钮，就把市面上现在所有视觉辨识 AI 的装置直接打趴。那我觉得这个才是这颗钮真正出现的意义。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要再看下去。OK， 好，那我们今天就是做这个很快跟大家分析一下我们看完所有外媒评测之后的想法。我的建议是觉得基本上很安全，可以定下去。同时间，如果你是隔几代要升级的话，我也会认为这一代算是蛮安全的一代。那先前很多人认为这个买单不买双，那其实我在那支影片也有讲过，现在应该看的是处理器的这个世代。这次使用第二代的3奈米就很像当年的 iPhone 13使用第二代的5奈米，整体体验性啊、稳定性啊，还有续航啊什么这些表现都是最好的。这一次现在所有的统整看起来呢，这一次第二代的3奈米处理器，也就是像当年 iPhone 13的情况。所以在目前为止，或许我们应该遵循的不是买单不买双。那所以已经有预购了，有在考虑啊，到底看它会不会发热什么问题的话，我个人觉得是还蛮安全的，应该没问题。那想预购的，我也认为其实现在还有蛮多地方都可以买到，不管是隔天取货、隔天取货，那我也会觉得其实还蛮安全，大家可以考虑去订购这一支 iPhone。至于隔代升级啊，什么是不是要15换上来，我们明天收到，我们也会实际跟15做一些测试比对，然后跟你分享我们自己的看法。OK， 好，那大家有什么想要问的、想要我们测试，或是你们比较在意的地方，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讲。OK， 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我们下次影片见，拜。